基因幽灵，4万年前的血缘交融如何写进东亚人的 DNA？ 欢迎光临深邃视野，我是您的时空导航员劳伦斯星辰。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谈了人种起源、青铜时代崩溃、铁器如何重塑战争形态。今天我们要进入一个更神秘、更个人化的领域，你身体里的古代幽灵。请你思考一下，你体内有多少 DNA 来自于一个已经灭绝了4万年的人类物种？答案是大约1%到2%。如果你有欧洲或亚洲血统，那么在你每一个细胞的细胞核里都静静地潜伏着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片段。他们不说话，不吵闹，但他们影响着你的免疫系统、你的毛发、你的睡眠模式，甚至你对新冠病毒的反应。但是这里有一个巨大的谜团，尼安德特人主要生活在欧洲和西亚，而古代中国人的祖先生活在东亚。在两者之间横亘着数千公里的冰原、荒漠和高山。按照传统考古学的认知，尼安德特人从未到达过东亚。那么他们的 DNA 是怎么跑进东亚古人类基因组里的呢？在智人，也就是我们现代人类成为地球上仅存的人属物种之前，这个星球上究竟存在过多少种早期人类？根据古人类学界的统计，过去700多万年间，人亚科的各个分支先后演化出了大约20到28个以命名的古人类物种。从南方古猿属的露西开始，这份漫长的名单一路延伸至能人、匠人、直立人、先驱人、海德堡人、佛罗勒斯人，也就是俗称的霍比特人、吕宋人，直至我们最熟悉的2个晚期分支尼安德特人与丹尼索瓦人。他们当中，有的体魄如山，有的矮小如铜，有人首次迈出直立行走的步伐，有人率先点燃人类历史上第一簇篝火，有的最早握起了打制石器，有的第一次踏出非洲，走向了欧亚大陆的无尽荒野。但无论形态如何繁复，他们几乎全部都在数十万年间陆续湮灭于时间的尘埃，只有智人一支幸存至今。而今天要重点讨论的尼安德特人，恰恰是这支庞大演化谱系中最特殊的一环。他们不但与智人共享同一非洲始祖，更曾在欧亚大陆上与智人先祖发生过深刻而复杂的基因交融。这种交融不仅彻底改写了人类的演化路径，更为包括你在内的每一个非洲现代人，在细胞深处留下了一群跨越冰原、穿越时间的基因幽灵。今天我们会揭开一场跨越整个欧亚大陆的沉默迁徙，将视野从古老的欧洲区域拉至整个东亚板块，追踪尼安德特人基因印记从欧洲腹地一路延伸至东亚大陆的完整足迹，并着重分析为什么东亚现代人，包括中国人、日本人、朝鲜半岛居民及东南亚诸多民族所携带的尼安德特 DNA 比例，反而显著高于地理上更接近尼安德特原乡的欧洲人。这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演化机制与历史密码？第一站，谁是尼安德特人？冰河时代的欧洲霸主。要理解这场基因迁徙，我们先得认识一下尼安德特人。他们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弓着背、脑子笨、只会拿着棍子嗷嗷叫的原始人。恰恰相反，尼安德特人拥有比现代人更大的脑容量，平均约1500立方厘米，而现代人约为1300到1400立方厘米。他们会制造精致的石器，会用火，会捕猎猛犸象和洞熊，甚至会埋葬死者，并在坟墓中放上鲜花和工具。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基因 FOXP2， 和我们一样。他们还可能拥有某种形式的艺术和装饰品。他们是冰河时期的欧洲霸主。从大约40万年前到4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统治了整个欧洲、西亚，甚至延伸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山脉。然后他们消失了。为什么消失？最主流的理论是，当智人，也就是今天人类的直系祖先，不管是谁创造的，还是如科学所然进化而来，总之大约在6万年前，他们大概率终于从非洲走了出来，长途数万年跋涉进入欧亚大陆。智人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更复杂的社会组织、更强的适应能力。尼安德特人无法竞争，被边缘化，最终灭绝。人类可能是动物世界中最智慧的，但也是最擅长有组织性的相互残杀，并把智慧都用到了这件事情上的物种。但尼安德特人并没有完全消失。在灭绝之前，他们和智人之间发生了有限的、偶发的跨物种浪漫交往。也就是说，智人的祖先和尼安德特人曾经发生了血缘的融合。那些混血后代都带着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片段，并生育后代繁衍生息，最终
这些基因渗透进了所有非非洲现代人群的基因库中。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不是纯粹的非洲原住民后裔，体内都或多或少有着一定程度的尼安德特人 DNA。非洲以外的现代人通常有大约 1.5% 到 2.1% 的基因组来自尼安德特人。尼安德特人的化石分布并不仅限于欧洲，考古证据清晰地显示，这一物种的活动范围一路延伸至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的特西克塔什洞穴以及西伯利亚南部的阿尔泰山区。换言之，在古代智人的东迁路途中，无论是穿越中亚草原，还是绕行西伯利亚南缘，他们极有可能遭遇过仍然盘踞在这些地带的尼安德特人群落。不同地区的人群携带的尼安德特基因片段并不完全相同，东亚人携带的尼安德特基因比例甚至比欧洲人还要高出 10% 到 20%， 这很奇怪，对吧？尼安德特人住在欧洲，所以今天的欧洲人里应有更多的尼安德特基因，但为什么实际情况却是东亚人比欧洲人还多？这些东亚人体内的尼安德特基因是从欧洲一路传过去的吗？还是说，在东亚的某个角落也居住着另一群尼安德特人，直接和当地智人混血？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尼安德特人的相貌特征，以及他们和智人之间可能发生过的那些故事。第二站，尼安德特人长啥样？谁更符合现代审美？根据上百块化石的复原，尼安德特人的外貌和现代人有明显区别，他们的头颅更长、更低，眉脊极其发达，像2条拱起的屋檐悬在眼眶上方，下巴后缩，没有现代人那种尖尖的下颚。他们的鼻子又大又宽，鼻梁高耸，这可能有助于加热和加湿寒冷的空气。他们的身体粗壮，四肢较短，胸腔呈筒状，肌肉发达。男性通常身高约 1.65 米，但体重可达80公斤以上，属于典型的敦实力量型，体格像一个小型坦克。绿巨人的原型设计可能就来自于此。而同时期的智人，也就是我们的直系祖先，则显得秀气多了，眉脊较弱，下巴明显，面部扁平，身材更高挑，更纤细。如果按照今天的审美标准来打分，智人无疑更帅和漂亮。他们的轮廓更柔和，表情更丰富，比例更接近现代人的理想。相比之下，尼安德特人则给人一种粗犷，甚至有些凶悍的感觉，类似电影里《疯狂麦克斯》中的废土战士。但是，审美从来是主观的。在冰河时代的严酷环境下，尼安德特人的强壮身体、厚实骨架、能抵御寒冷的宽大鼻子，可能恰恰是魅力的象征。一位尼安德特女性看到智人男性那瘦削的身材、脆弱的下巴，也许会在心里嘀咕：这人能扛得住一次野牛冲撞吗？也太弱了吧！所以，谁更好看，完全取决于你站在谁的视角。第三站，血缘的交融，4万年前的跨物种基因流动。既然他们的形象差得如此之大，那么智人和尼安德特人之间的混血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遗传学给出了一些微妙的线索。现代人只从父亲继承的 Y 染色体和只从母亲继承的线粒体 DNA 中，没有发现任何尼安德特人的版本。这意味着，混血后代的父亲很可能是智人男性，母亲是尼安德特女性。换句话说，尼安德特女性与智人男性结合产生的后代成功繁衍并流传至今，而尼安德特男性与智人女性结合的后代要么没有出生，要么出生后没有留下后代。这可能与电影中拍摄的野蛮的尼安德特男人四处捕捉智人的场景大相径庭。这个模式指向了2种可能：一是智人男性通过战争或突袭俘获了尼安德特女性；二是2个群体之间存在着某种自愿的跨族群交往，也许是流浪的智人男性被尼安德特社群接纳，或者尼安德特女性选择离开自己的部落，加入智人群体。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婚姻制度尚不存在，这个以母系形成的核心纽带很容易解释在选择伴侣的过程中，尼安德特女性有充分选择智人男性的能力。关于基因漂移的科学问题，最初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模型：走出非洲的智人在进入中东地区时遇到了尼安德特人，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混血，然后这些混血后代向东扩散，进入欧洲、亚洲，把尼安德特基因带到了世界各地。这个模型被称为单一混血事件假说。根据这个假说，所有非洲人群的尼安德特基因应该都差不多，但事实不是这样。东亚人比欧洲人拥有更多、更长的尼安德特基因片段，这说明
要么是自然选择让东亚人保留了更多有益片段，要么是东亚人的祖先和尼安德特人发生了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混血。于是另一个假说出现了，多地混血。也就是说，智人走出非洲后，在中东和尼安德特人混血了一次，然后他们继续向东迁徙，到达中亚或西伯利亚时，遇到了另一群尼安德特人，又混血了一次。第二次混血为东亚人群带来了额外的尼安德特基因。哪个假说是对的？答案藏在古代 DNA 里。考虑到当时的生存压力和不同物种之间的天然隔阂，大多数科学家倾向于认为两者兼有。少量的自愿联姻可能发生在边界地带的长期接触中，比如一个智人猎手救了一个尼安德特女孩，或者一个尼安德特女性被智人部落的篝火和音乐吸引。而更多的混血恐怕伴随着暴力、掠夺和奴役。人类学证据显示，智人扩张时期，尼安德特人的地盘是通过长期的侵蚀被一步步压缩的，他们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在胜者为王的法则下，胜利方的男性通常会消灭对手的男性，同时又常常大量占有失败方的女性。但有趣的是，基因中并没有留下仇恨的烙印。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片段，尤其是那些增强免疫力的片段，被智人欣然接纳并保留了下来。这说明，不管最初的相遇是温和还是残酷，最终这些混血后代不仅活了下来，还因为继承了尼安德特人的超能力抵抗欧亚大陆的陌生病毒而获得了生存优势。也许在几万年前的某一个黄昏，一个尼安德特少女望着篝火旁那个陌生而好奇的智人青年，递过去一块烤好的瘦肉。她不知道他的语言，她不懂他的手势，但他们生下的孩子却把两股血液融入了人类的长河。它让人类不但拥有了智慧，还保留了远古时代的一点点超能力、力量与美。这未必是浪漫的爱情，但一定是生命的本能。第四站，尼安德特人也是非洲后代。聊到这里，你可能会产生一个更根本的疑问：尼安德特人既然生活在欧洲，他们和智人到底是不是同一个老家出来的？答案是的。从目前的考古证据源来看，他们都起源于非洲，只是先来后到的关系。让我们把时间线拉得更长一些，大约70万到40万年前，非洲生活着一种叫做海德堡人的古人类，他们是尼安德特人和智人的共同祖先。后来，一批海德堡人离开了非洲，前往欧洲和西亚，在那里，他们逐渐适应了寒冷的气候，演化出了粗壮的身材、宽大的鼻子和突出的眉脊，变成了尼安德特人。另一批向东迁徙的，则演化成了神秘的丹尼索瓦人。而留在非洲的那一批，则在大约30万年前慢慢变成了我们智人。所以，尼安德特人和智人是共享非洲老家的远方表亲，他们不是外人，而是在冰河时代的兄弟之系。值得顺便一提的是，东非的能人是人属最早的代表之一，而东亚土地上最著名的直立人，如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70万至2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则属于另外一支独立演化的古人类谱系。这些古老的直立人虽然与尼安德特人几乎从未有过直接接触，却共同构成了人属这棵繁茂演化树上彼此交错的旁支。那么，世界上到底发现了多少种早期人类？目前，古人类学家在全球各地找到了大约21到28种被命名的早期人类物种。这个数字有争议，因为很多是根据几块化石碎片定的种，实际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可能更少。但无论如何，我们的家族树非常茂盛。在已经命名的物种之外，在东亚，尤其是中国境内，还发现了数十处形态介于古老型人类与现代人之间的化石遗存。从南北纵横的元谋人、蓝田人、云县人、和县人、大理人、金牛山人、马坝人、柳江人到山顶洞人，中国境内出土的古人类化石极其丰富，覆盖了从早期直立人、早期智人到晚期智人的整个演化链条。然而，关于东亚现代人的起源问题，学界长期存在两派观点。一种认为非洲智人在大约6万至5万年前进入东亚，并完全取代了当地原住的古老型人群；另一种则主张东亚现代人主要源自本土连续演化，同时吸纳了少量来自非洲的基因贡献。最近20年来，渐趋主流的看法是，这两种观点并非截然对立。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分别与智人发生了至少2次独立的基因交流，而田园洞人等早期东亚现代人样本的基因组，恰恰为这一融合演化模型提供了关键分子证据。
关于人类的非洲起源说是否可靠这个问题，目前的结论是它的大框架依然稳固，但学术界对其细节和复杂性的认知正在被来自东亚的新发现深刻重塑。简单来说，非洲起源说是主流框架，但这个故事比我们过去以为的要复杂得多。如果您有什么新的发现，可以留言评论，一起探讨。人类的演化史从来就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棵枝繁叶茂的灌木丛，而智人这个最不起眼、看起来最弱势的群体，只是其中一根幸存下来的枝条。第5战，智人凭什么赢？那年头的硬核科技。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尼安德特人那么强壮，脑容量也不比智人小，为什么最后是智人赢了？首先，我们得承认一个事实，在整个动物界，人类这个属确实拥有一些独一无二的超能力。狮子、老虎、花斑豹，每一个都比人类强壮，比人类跑得快，比人类爪牙锋利。但人类有几样东西是动物绝对没有的。第一，直立行走加上那颗神奇的对生大拇指，让人类的手变成了可以制造各种工具的万能工作台。你见过老虎投掷标枪吗？或者黑猩猩拿着石头有组织的打仗？没有，只有人类能握紧武器，借助外部力量进行格斗。如果大型猫科动物有了这个本事，地球恐怕就不是我们主宰了。第二，人虽然跑得没有老虎快，但人跑得比老虎远。人类是所有陆地哺乳动物中长距离耐力跑最强的，连马都跑不过我们。只要你短时间内抓不住一个人，他就会一直跟着你，等你累得跑不动的时候，拿起他亲手打磨的锋利武器，一招致命。人类还掌握了大量远古时代的黑科技，对这几样黑科技的领悟程度拉开了不同早期人类的差距。第一项黑科技，用火与熟食大脑的燃料革命。智人不仅能使用火，还能随时随地生火。这听起来简单，但在当时却是划时代的。用火可以干什么？驱赶野兽，夜间照明，保暖。最重要的是把食物做熟。熟食意味着蛋白质更容易消化，能量吸收效率大大提升。生肉需要消耗大量能量去咀嚼和消化，而熟食让我们的肠道得以缩短，节省下来的能量被重新分配给大脑。这就是著名的昂贵组织假说，肠道变小，大脑变大。智人通过吃熟食，硬生生把自己的脑容量推上了一个新台阶。而尼安德特人虽然也会用火，但他们使用火的频率和熟练程度远不及智人。在能量获取的赛道上，智人已经加上了高标号燃料。火还促进了社会形态的进步。没有火之前，人类的自我社交属性非常薄弱，每个白天都在拼命地寻找食物，每个夜晚都睡不了一个整觉，因为要时刻保持警惕，躲避夜行野兽的吞噬。有了火以后，夜晚变得丰富而有趣，可以围着篝火一家人促膝交流，毫不担心远处凶猛的动物胆敢靠近。在没有药物的远古社会里，被火轻轻撩一下受伤的动物，最终的结果都是感染，丧失战斗能力，被其他动物消灭。有了多余的时间，也就多了沟通的时间。智人不再是只会几十个叫声和手势的沟通，他们形成了最硬核的科技——语言。第二项黑科技，超级沟通，当年的信息网络。这是智人最核心的优势。智人拥有极其发达的语言能力，不仅能说前面有狮子，还能说狮子是部落的图腾，我们要联合起来消灭它。也就是说，智人能够讨论不存在的事物，神灵、祖先、传说、计划、契约。这种能力让智人可以进行大规模、灵活的协作。一个尼安德特群体最多几十个人，互相都认识，而智人可以组织起几百个互不相识的陌生人，为了一个共同目标，比如围猎猛犸象，协调行动。他们可以通过语言传递复杂的战术指令。你带10个人从左边包抄，你们5个在峡谷口点火驱赶，剩下的人拿着长矛在山脊上等待。这比任何手势和叫喊都高效。用今天的比喻，尼安德特人还在用信鸽和烽火台，智人已经用上了电报和无线通信。这种沟通能力的差距，决定了2个物种在组织规模、知识积累和技术传播上的天壤之别。第3项黑科技，石器与工具，从手编石头到标准化生产线。经常吃上熟食的智人，大脑飞速的运转， GPU 的速度惊人的扩张，灵活的双手开始制造更多的硬核神器。石器时代诞生了。智人制造的石器可不是随便敲2下就完了，他们掌握了勒瓦卢瓦技术，一种可以预先规划、批量生产标准化石片的技法。好比我们今天在工厂里
用模具冲压零件，而不是手工一个个打磨。这种标准化石片可以快速加工成矛头、刮刀、切割器。一个智人猎手可以在几分钟内从随身携带的石盒上打下多个锋利的石片，随时修复或更换武器。尼安德特人虽然也会制造精美的石器，但他们的技术更偏向于一次性雕刻，生产效率低，难以快速复制。在生存竞争中，一方可以随时补充工具，另一方打坏一件武器就要花很长时间重新制作。这种差距在关键时刻是致命的。第4项黑科技，适应性从北极冰屋到非洲草棚。智人是通才专家，能住进北极的冰屋，也能住在非洲的草棚，能潜入海底捕鱼，也能爬上高原放牧。智人每到一个新环境，就会迅速发明或借用当地的生存技术，而尼安德特人则高度特化于寒冷森林环境，对气候突变和猎物迁徙的适应能力极差。当冰期结束，气温上升，森林变成草原时，尼安德特人的生存基础就崩塌了。智人赢尼安德特人不是靠人类 vs 动物那种基础能力，因为那些能力尼安德特人也有。智人赢的是认知、协作、传播、适应这4个维度的全方位领先，这才是智人真正的硬核科技。而我们今天体内那 1% 到 2% 的尼安德特 DNA， 就是这场历史性接触之后留下的来自另一个古人类支系的遗传印记。第6站，古基因组学的突破，田园动人与奥斯本人。2017年，一个德国和中国合作的科学团队发表了一项轰动性的研究。他们成功从北京房山区的田园洞遗址中提取了一具4万年前古人类的基因组，这是东亚地区最古老的现代人基因组，它叫田园洞人。田园洞人生活在距今约4万年前，正是尼安德特人即将灭绝、智人全面扩张的时代。它的基因组告诉我们什么？第一，田园洞人已经携带了尼安德特基因，比例与今天的东亚人相似，这说明至少在4万年前，尼安德特基因就已经进入了东亚人群。第二，田园洞人的尼安德特基因片段中有一些非常古老的类型，可以追溯到智人与尼安德特人第一次混血之后不久，但也有另外一些片段似乎来自于不同的尼安德特人群体。更重要的是，2018年，科学家在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山脉洞穴中发现了一个被称为奥斯本人 OS1 的古人类化石。他生活在约4万年前的罗马尼亚，但令人震惊的是，他的基因组显示，他最近的4到6代祖先中就有一位尼安德特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新鲜的尼安德特人智人混血儿。他的尼安德特基因比例高达 6% 到 9%， 远超现代人。但奥斯本人的尼安德特基因片段并没有传给后来的欧洲人，也就是说，他所在的这个混血族群最终灭绝了，没有留下后代。这说明智人和尼安德特人的混血不是1次，也不是2次，而是多次、零散、局部发生的。每一次混血产生的后代大部分淹没在历史中，只有少数幸运的基因片段成功传递到了今天。所以东亚人体内的尼安德特基因很可能来自至少2次独立的混血事件，一次发生在中东，另一次发生在中亚或西伯利亚。后者的尼安德特人群体也许是居住在阿尔泰地区的东部尼安德特人，他们和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已经分离了数万年，拥有自己独特的遗传特征。第7站，基因幽灵的沉默迁徙，跨越冰原之路。那么这些中亚的尼安德特人是怎么和智人祖先相遇的？我们需要看一张地图，想象一下，在4万到6万年前，欧亚大陆正处于末次冰期的严寒中，北欧被巨大的冰盖覆盖，西伯利亚是茫茫的苔原和针叶林。人类的迁徙不是轻松的远足，而是绝望的求生之旅。智人走出非洲后，沿着海岸线一路向东，经过印度、东南亚，进入中国南方。另一条路线则是穿过中亚草原，进入西伯利亚。在这些路线上，他们遇到了已经在那里生活了数十万年的尼安德特人。尼安德特人虽然被称为欧洲人，但他们的分布范围其实一直延伸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山。在乌兹别克的特西克塔什洞穴，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尼安德特儿童的墓葬，周围摆满了山羊角。这说明尼安德特人至少到达了中亚，而智人进入中亚的时间恰好与尼安德特人仍在该地区存活的时间重叠，大约在 4.5 万到 3.5 万年前。所以两者相遇并混血，
是完全可能的。科学家通过建模发现，尼安德特人的基因从欧洲向东亚扩散不是一次性的，而是类似于冲刷过程，每一次混血事件产生的基因片段，随着人口迁徙像水波一样向东传播。但因为东亚的人口密度更高，迁徙路径更复杂，某些有益的尼安德特基因片段在东亚人群中反而被自然选择保留的更多，从而超过了欧洲人群。第8站，尼安德特基因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免疫、皮肤与疾病。这些来自远古的基因幽灵不是摆设，它们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你的身体。最著名的例子是免疫系统。尼安德特人在欧亚大陆生活了数十万年，他们对当地病原体，比如病毒、细菌、寄生虫具有天然的抵抗力。当智人从非洲来到这里，他们对这些陌生的病原体毫无防备，与尼安德特人混血等同于基因疫苗。智人从尼安德特人那里借来了一套应对欧亚疾病的免疫武器。科学家在东亚人群中发现了多个尼安德特起源的免疫基因片段，例如一个名为 TL2 基因家族的成员负责识别细菌和病毒的分子模式。部分 TL2 变体来自尼安德特人，它们影响着现代人对过敏、哮喘、自身免疫疾病的反应。第二个重要的影响是皮肤和毛发。尼安德特人适应了欧亚的高纬度、低日照环境，他们拥有更浅的肤色和更高效的维生素 D 合成能力，这些基因也传给了现代人。在东亚人群中，尼安德特基因影响着头发的粗细、肤色的深浅，甚至对日晒的敏感程度。第三个影响有些令人不安，尼安德特基因也与某些疾病风险相关。2020年，一项研究发现，尼安德特人遗传给现代人的一个基因片段会增加新冠病毒感染后发展为重症的风险。这个基因片段在孟加拉人中频率极高，在南亚和欧洲也有分布，但奇怪的是，在东亚人群中频率较低。这说明，同样是尼安德特遗传，不同地区的人群继承了不同的片段，命运也各不相同。此外，尼安德特基因还与抑郁症、尼古丁成瘾、2型糖尿病、血栓形成等疾病风险相关。当然，这不意味着尼安德特人是坏基因的来源。事实上，大部分尼安德特基因是中性的，有些是有益的，只有极少数在现代环境中产生了负面影响。第9站，神秘的丹尼索瓦人。第3个幽灵。在讲尼安德特人与东亚人的联系时，我们不能忽略另一个幽灵——丹尼索瓦人。2008年，科学家在阿尔泰山的丹尼索瓦洞穴中发现了一小块手指骨和一颗牙齿。基因组测序显示，这既不属于现代人，也不属于尼安德特人，而是一个全新的古人类物种——丹尼索瓦人。丹尼索瓦人和尼安德特人来自同一个祖先，大约在40万年前分家。他们主要生活在东亚和东南亚。更重要的是，现代藏族人和巴布亚人体内携带有高比例的丹尼索瓦基因。藏族人的高原适应基因 EPAS1 就是来自丹尼索瓦人。这个基因让他们能在低氧环境中高效运作，不患高原病。而丹尼索瓦人的基因也进入了东亚人群，虽然比例远低于尼安德特人，但确实存在。所以，古代中国人的基因组中其实至少混入了2种幽灵：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他们的基因共同塑造了今天东亚人的生理特征。那么，丹尼索瓦人和尼安德特人有没有混血？答案是肯定的。在丹尼索瓦洞穴中，科学家发现了一名第1代混血儿的女性化石，她的父亲是丹尼索瓦人，母亲是尼安德特人。这说明，这2个古人类物种不仅和智人混血，他们自己之间也会发生关系。人类的进化图谱从来就不是一棵纯洁的树，而是一张纠缠不清的网。第10站，为什么东亚人保留更多尼安德特基因？回到最初的谜题，为什么东亚人的尼安德特基因比例反而高于欧洲人？科学家提出了几种假说，每种都有证据支持。假说1：自然选择。东亚的环境与欧洲不同，某些尼安德特基因在东亚特别有用，比如对当地病原体的抵抗、对寒冷干燥气候的适应、对紫外线辐射的调节。自然选择把它们扫描到高频率。假说2：人口历史。东亚人群在历史上经历了更大的瓶颈效应和后续扩张。当一个小群体携带了某个尼安德特基因，然后迅速繁殖，这个基因就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在很多后代中，这叫遗传漂变。假说3：2次混血。如前所述，
智人祖先在中亚或西伯利亚与另一群尼安德特人发生了第二次混血，这次混血为东亚人群贡献了额外的基因片段，而欧洲人群没有经历这次混血。目前，遗传学界倾向于认为3个因素共同起作用，但究竟哪个最重要，还在争论中。2023年的一项大型研究分析了超过4000个现代人基因组，发现在东北亚人群中，某些尼安德特基因片段异常长，这意味着他们比较年轻，进入基因组的时间较晚。这为2次混血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项研究推断，第2次混血可能发生在大约3.5万到4万年前，地点在中亚或西伯利亚南部。现代遗产，你身上携带的远古战士。说了这么多，你可能会问，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容我告诉你一个让你重新审视自己的事实：你体内每一个尼安德特基因片段都曾经属于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会笑、会哭、会打猎、会做梦的人。他们和你是不同的物种，但他们的血液留在你的血管里。科学家甚至发现，尼安德特基因影响着你的睡眠类型，你是喜欢早起还是熬夜？某些尼安德特变体与晨型人倾向相关，它们还影响你对疼痛的敏感度、你的情绪稳定性、你的代谢速率。你觉得自己怕不怕冷？很可能也有尼安德特基因的一份功劳。尼安德特人已经消失了4万年，但他们从未真正离开。他们以基因幽灵的形式寄生在数十亿现代人的细胞里，我们是他们的活纪念碑。最终战，人类是一张网。回到我们最初的故事，尼安德特人的 DNA 是如何跨越欧亚大陆，进入古代东亚人的基因组的？答案是徒步。不是一群尼安德特人浩浩荡荡地从欧洲走到东亚，而是零星的偶发的个体相遇，在某一个山路的洞穴口，在某一个河边的营地，一个智人女人和一个尼安德特男人，或者反过来生下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长大，又生了孩子，一代又一代，他们的后代向东迁徙，走了几百年、几千年，最终，那些基因片段抵达了东亚的各个角落。没有地图，没有路标，没有 GPS， 只有饥饿、寒冷和活下去的欲望。对于他们而言，东亚的太平洋海岸边际线就是世界的尽头。这就是基因的旅程，这才是真正的迁徙之路。它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人类从来不是纯粹的物种，他们是混血儿，是血缘融合的产物，是跨越边界的生命共同体。当你下次照镜子的时候，不妨想一想，你脸上的轮廓，你眼睛的颜色，你早上醒来的第一个念头，说不定就藏着一个4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留下的低语。观众朋友们，感谢您跟着我们走到了这一期最后的站点，希望您喜欢我们对人类文明不同视角的深入探讨。欢迎您点赞、评论、订阅、分享。以基因为鉴，可以知血脉；以迁徙为鉴，可以知兴衰。文明是一道光，人类终将迎来没有战争和杀戮，只有和平和友爱的那天。让我们一起努力。我是穿越星际的使者劳伦斯星辰，下期再见。